位，今天四中全会结束之后，大家想问的人事案，今天通通出来。大家想说，习近平你是不是这个军委主席是没有了？没有，他还是非常非常稳。但里面有猫腻，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叫做张升明。张升明现在晋升中央军委会的副主委。我们都知道，苗华包括何卫东等人都走了，都被砍掉。结果竟然是他上来。张升明过去是干什么的？他是干那种类似所谓的纪律的。你今天管纪律的上来，难道苗华跟何卫东就被他干掉？干掉之后他就上来了吗？对，现在形成一个体制哦，就是一席二张哦。什么叫一席二张？就是军委会主席是习近平，这个副主席呢，一个叫张幼霞，一个现在是张升明了。不过之前就有传出来说，何卫东离开之后呢，到底谁要去接那一个副主席的位置的时候，就有人提到说，要么就是刘振立。要么就是张升明，所以果不其然，今天张升明就上位了。对，那今天这个张升明来讲的话，他有一些猫腻在里面了。什么猫腻呢？习近平是陕西人，张幼霞也是陕西人，张升明也是陕西人，也就是说，现在的军委会全面被陕西帮把持住了。我们知道说，中国解放军里面有4个帮派，对，什么帮派呢？山东帮，然后河南帮。还有陕西帮跟福建帮，显然这一次来讲福建帮已经失势了。你看苗华、何卫东这些都福建帮的，福建帮失势之后，现在上来的全部都一批就是陕西帮。那不要说什么这3个我们再往下看，7名的这个军委会的这个委员当中呢，当然我们刚刚念的三个这个主席、副主席，还有4个委员，4个委员还包含谁？董军，对，还有什么刘振立是留下来的，另外还有谁呢？就是现在去接苗华那个位置的郭普孝，另外还有一位是接张升明，就是张升明升官了嘛，所以接张升明的位置叫李凤彪。李凤彪也好，或是郭普孝也好，这些都是政委出身，然后呢进入到这个军委会当中都是上将。但问题来了，这郭普孝也是陕西人。所以换句话说，这整个7个人当中，除了董军之外是山东帮之外，其他全部都被陕西帮全部人把持住了。也就是说，什么叫陕西帮？陕西帮就是秦人呐，就是秦朝的后代。对，秦人的后代在干嘛？是准备要一统江山的概念嘛？要一统江山的概念。所以他释出一个讯息，他想要一统江山。好了，那现在不管是怎么样，我们今天看到张升明他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斗垮了何卫东，还有斗垮了苗华，对不对？对。那今天他上位了，到这个位置的话，他有没有可能被人家斗垮？也是有可能啊，如法炮制啊。其实中共共产党里面就是斗来斗去的。你今天张升明去坐到那个位置之后，有没有可能被斗？对。张升明什么出身的？他是2炮出身的，也就是火箭军出身的。对。火箭军的前司令李玉超，河南帮的，对，被抄了。对。结果呢，后面王厚斌也这一次来讲的话，也下台了，也没了。那现在呢，张升明，你难道以前在2炮的时候，在火箭军的时候没有问题吗？没有事情吗？所以今天来讲的话，坐到那个位置上去，其实就是要想说哪一天有可能被斗垮。所以他根本是坐上去瑟瑟发抖。我以为今天人事出来之后应该会比较好，没有，斗争才刚开始的。是斗争才开始，就因为你斗别人，人家也会斗你。但是问题是说，到底陕西帮是不是因为张幼霞的原因，所以才形成陕西帮去斗福建帮？那好了，那问题是福建帮的何卫东被斗了，苗华被斗了，那请问一下，福建帮现在是以谁为头头？蔡奇啊，对，蔡奇有没有可能被斗了？也就是说，我们讲共产党是枪杆子出政权，以枪，然后谁掌握着军权？那问题是说，如果整个军委会当中来讲，全部都被陕西帮把持的话，那请问在政治局当中，在常委当中，是不是陕西帮的人也要推进去了？也就是说，福建帮、浙江帮、上海帮的所谓的枝江新军，习近平过往的人来讲的话，会不会被斗？但是你以为习近平不愿意看到这个吗？其实说真的啊，当组织啊，当领导人的最喜欢看什么？就是你们斗来斗去。对，那斗来斗去就他巴结我，不是吗？对。那你今天张幼霞也好，张升明也好，他张升明也要保他的官位啊。所以未来来讲的话，我们为什么会评估说习近平还是稳得很？因为看起来下面底下都斗来斗去没有错，但是呢，都会去这个拉拢长官嘛，就是巴结长官嘛，所以这个习近平可能在这个所有的斗争之下，他是乐意看到的，因为这叫做所谓的我们君王术，这叫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帝王术，帝王术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看到解放军永远斗不完，
现在哦，不要看起来就是好像就是他上位了，张升敏，但是呢，过往你怎么动人家，说不定以后人家就怎么动。哎，宇轩，现在中国这出大事了，哎，四中全会第2天，那时候我们还在讲说习近平稳还是没有那么稳，结果国台办搞了小动作，我的天哪，他们要崇拜是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了吗？他们竟然开办了脸书 Facebook， 结果他们上线之后惨了。当然，我们台湾人直接去给他享受什么叫做言论自由，结果台湾人一攻进去之后，哎，没有多久，中国人也来了，结果现在他们删留言删到手都要酸了。哎，所以现在国台办哦，左脸跟右脸的状况都不太好，因为左脸呢被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你对内跟大家讲说，哎呀，不要翻墙啊，不要用 VPN 啊，会把你法办啊。结果呢，中国官方自己带头翻墙，而且他跟你讲说啊，欢迎海内外的好朋友呢都来共襄盛举。我想说，你海内外不是、啊、你海内你怎么搞啊？你海内翻墙就被你公安带走，你还海内给我翻墙？而右脸呢？为什么说右脸也出大事？因为右脸被我们台湾民主正义的铁拳给猫了，狠狠给猫下去。你看哦，他马上 po 这个速度之后，然后他原本要大开始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发什么文章不重要，底下的留言只有一种，我都看过了啦。1000个赞对不对？2500个留言，10000个赞对不对？32000个留言。那你知道底下大概32000个里面有大概16000个都是什么吗？于朦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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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在讲于朦胧，都在讲于朦胧。对，是于朦胧什么时候查啊？于朦胧什么时候办啊？于朦胧如何啊？然后不然就是一堆习近平，我们怀念他啊，一堆习近平啊，何卫东啊，跟这个苗华去哪啦？啊，全部都在问这种奇怪的问题。所以你看啊，来。翻墙不违法吗？马上就有人问他了哈。于朦胧案查得如何了？于朦胧有没有立案啊？有时候你说我们是你的同胞，我觉得比骂三字经还要脏。不然就是这种台湾独立，然后一大堆国旗，台湾国旗全部都刷起来。结果呢，他一开始怎么做，你知道吗？想要用他们哦墙内的那一套哦，一直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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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蔽，拉黑。对，然后最后他放弃了，因为不知道3万则留言怎么删。民主铁拳太强了，胜利了。到时候你都看不到朱凤莲了，你知道为什么吗？朱凤莲都在忙着删留言，然后全部大家上下一起在删留言，所以你看哦，国台办那时候还在里面发这个最讽刺的，来哦，简体字，国台办已在脸书平台上开设账号，欢迎海内外网友关注。欢迎海内外网友关注啊！这个中国人自己留言哈，令人百感交集，谁敢这样做啊？所以你不要闹，然后说我这个 IP 也想看看脸书是什么？脸书是什么？人家只知道小红书，知道百度、微博，你跟我讲什么脸书啊？中国不存在脸书的，海内存自己。你看啊，这个这个有读书，这个没有被文革到，这个有读书啊，我觉得这个有水平。然后呢，开始了各种我们讲嘲讽他嘛。但是我们刚才讲的都是网络的世界。但实际上线下中国也倒大霉，为什么？大家知道四中全会嘛？哦，那开到最后一天了嘛？结果呢，来的最多的不只是高官，你知道什么吗？叫做访民。什么叫做访民呢？就是上访的民众。对，我讲白了哈，还要来拦叫喊冤的。对，我讲白了就是来抗议的啦哈，你不要讲的那么好听。那所以你知道北京现在多严格吗？他就说你要进出北京，对不对？他会查验你的身份证，然后你进出关都要查验，只要你不是市民，都把你赶出去。结果我们看到北京还是一大堆访民，数以百计。其中呢，在我们讲22号这一天，有一个哀伤的故事，因为北京有一个叫做永定门的地方旁边有一条永定河。那原本应该是要永定江山的，结果那一天呢，那个永定河竟然掀起了滔天巨浪，而且不太安定，因为有一名民众呢就这样砰，直接给他跳下去了，直接跳水了。就是你看到了，有人就砰，直接这样跳下去了，然后有人在拍然后公安在维权嘛，维护现场的秩序，然后说你别拍，你别拍，兄弟你别拍。但其实呢，10月16号的时候才有另外一个人也跳进去，很可怕。这是一个我们当初四中全会就在这边这个门非常非常美，而且这个楼层非常美，他就直接往这个河里面，对，就直接往这个地方跳，往这地方跳下去的。对，这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是说，你高官在里面呢，政治斗争呢，在那边开会，我外面有民众呢，饿到直接我们讲了，直接去跳河啊，以成冤屈，对不对？所以你看在整个四中全会，我们讲信访局外面有成千上百的民众。全部都在那边排队，对，甚至有惨到什么程度？有这种坐轮椅的，可能要来这边讲说，我家被拆了，我被骗钱了，就是来这种上访的嘛，很可怜就是连轮椅都坐着，甚至呢还有坏蛋。你知道这坏蛋干嘛吗？就是其实基本上讲来就是来闹事的，他就故意在里面刻意撞人然后刻意踩人然后刻意突然间喊说死人然后在那边乱喊一通，然后制造什么？制造这种我们讲人群踩踏的事件。所以呢，真的还有这种人踩人，还有人直接被压扁在地上，所以你看那个现场画面就是一团混乱。宇轩，
刚刚你讲这么多，他都是在发生什么？他都在发生天安门的前面，他是真的是来这边跟他抗议的。对啊，因为你看到这就是永定门，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哈，那我们刚才前面不是永定门那边哦，有我们讲类似的河道，对不对？对。然后呢，天安门就在后面这边，所以基本上整个北京哦，这个我们讲的中央的部分哦，就直接位在这个位置。所以我跟你讲啦，他在外面吵吵闹闹，你说里面的高官听不听得到？当然听得到啦。但这件事情我就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承认，敢不敢看到了？为什么？四中全会里面竟然有人在这一段期间里面又在玩宪宗事件，又宪宗了，而且不是这个四中全会，这发生太多太奇怪的事情了吧？而且我跟你讲哦，这个东西哦，四中全哦，真的是我们讲怪事什么都有，这个绝对不是意外。因为你看哦，这是一个校园，对，然后他开着一台车子，他是过了这个马路之后呢，其他车子都停着，他突然间加速，然后嘣一个直接对着学童以及家长。他那鬼也敢敲了，甚至那个现场画面哦，触目惊心，因为有些人直接倒在地上，然后那个肢体扭曲东倒西歪，还有些是小朋友，20多个人哎，对，小朋友整个就在那边昏，就是我们讲的躺地不行了。然后呢，甚至还有人在现场呢，赶快我们讲做 CPR， 而且他全程呢就是没有要刹车的意思。但你想想看，这个在湖北十堰发生的事情，后来有人哦逮到这个当事人，问这个驾驶说，你刹车是不是坏掉？他说他就下来之后，他也没有说没有没坏。然后默默的点了一根烟，他就在那边抽说：“我是对这个社会有意见啊，有问题的不是我的刹车，是这个社会。”他就这样讲，所以他根本是有意要这样做的。对啊，他就是报复社会。对，他就是要跟你玉石俱焚啊。所以你想想看哈，中国如果说连这种维权的现象啊都出现这种状况，但是更离奇的哈，坦白讲，我真的是我没办法理解。显然习近平的控制力出了大问题，因为你看到这个不是台湾的哈。这个没有翻墙喽，这个在墙内哦。而且你看到哦，这边的第一篇，我真的觉得吓死人了。来，我们看到台湾是怎么走向民主化之路的，178人看3万多什么等等的都没有删掉，都没有一个删掉。他讲民主我的天哪！对啊，而且你看啊，未经作者授权禁止转载，我想说谁敢转载？不要命，都吓掉了。中国民众内部哦，都对这个场景哦，这个状况感到很震惊。而习近平呢，究竟在这个四中全后哦，他能不能持续维持哦他的稳定的霸权？恐怕事实产生之前，中国民众心中已经产生问号。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